小陈，我昨天碰到一件小事，到现在还在想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学中文，学了差不多2年了。他昨天请我吃饭，我们去了一家很普通的饭馆。坐下来以后，他想叫服务员过来给我们加一杯热水。这件事听起来难吗？我当时也觉得一点都不难。可是他坐在那儿一共试了4次。第一次他说你好，声音不大，没有人听见。第2次他又说了一声你好，还是没有人回头。第3次他说的是不好意思，服务员端着盘子从我们桌子旁边走过去了。第4次他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喂，说完他自己也停了一下，好像觉得这么说不太对。最后他没办法，把手举起来了，就那么举着，一直举到手酸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他的中文真的不差，他能跟我聊1个小时，可是他连一杯热水都要不来。你说的这个我太熟了，我在饭馆里见过好几次这样的人，他们大部分都不是不会说话，你要是坐下来跟他聊天，他什么都能聊，问题出在他一张嘴的那一秒，他不知道该管对方叫什么。你好他会说，可是你好是打招呼，打招呼和叫人这是2件事。屋子里那么多人都在说话，你说一声你好，谁知道你在叫谁？你手里得有一个词，让对方一听就知道你在叫的是我。对，就是这个，他缺的不是中文，是那一个词。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把这些词给大家背齐。我是小陈，今天这件事我来管。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怎么讲，大家心里好有个数。我不打算给你们一张长长的单子让你们回去背，单子这个东西你背完第2天就忘了。我们换一个办法，今天只看一件事，就是你要叫的那个人跟你有多熟。我们从最远的开始，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，比如饭馆的服务员，比如开车的司机，然后往近走一点，是认识但是不熟的人，比如你的同事、你的邻居，最后是比你大很多的人，比如跟你爸爸妈妈差不多大的。这3种人叫法完全不一样，你只要先想清楚对方是哪一种，你就知道该叫什么了。我是小雨，今天我来当那个不会叫人的人，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学中文的人里面卡在这一步的特别多。那小陈，我们就从最远的那一种开始。我在饭馆里，我想叫服务员，我第一句话该怎么说？你就说服务员3个字，就这么简单。这3个字在中国任何一家饭馆都不会错，店大店小，贵的便宜的都可以这么叫，声音要比平常说话大一点，但是不用喊。中国的饭馆本来就热闹，你太小声了没有用。我知道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叫帅哥美女，这个也有人用，特别是小一点的店，但是这么叫要看地方，也要看人。你不确定的时候就别用，你就叫服务员，这3个字永远不会出错，你先把它记牢。那要是不在饭馆呢？比如你坐出租车，你想跟开车的人说话，这个时候你叫师傅。师傅，这个词我猜很多人在书上见过，书上说的师傅是教功夫的那个师傅，现在这个词用的地方多了很多，我们用它来叫那些有一门手艺的人，开车的、修车的、修水管的，来家里装东西的，这些人你都可以叫师傅。你上了车第一句话就说，师傅我去火车站，一句话就够了，这一句你在中国用得上一辈子。说句实话，这个词是今天最有用的一个，因为学中文的人10个里面有9个不知道它，他们上了车就说你好，司机常常没什么反应，你叫一声师傅，他马上就回过头来看你。我记住了，饭馆是服务员，车上是师傅。那我再问一个我常碰到的，我去那种很小的店买东西，店里就1个人看着，那个人我该叫什么呢？我总不能也叫他师傅吧？他又不修东西，他就是坐在那儿卖水果。
这种你叫老板，你可能会想，老板不是大公司里的那个老板吗？是同一个词，意思也一样，就是这个地方是他的，所以不用管店有多大，一个卖水果的小摊儿，只要摊子是他的，你就能叫他老板。他不但不会觉得你在开玩笑，他还会挺高兴，因为你这么一叫，等于把他当成这儿的主人。所以这个词听着是有点客气的。那要是碰到一个人，你实在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呢？比如你在路上想问个路，这种时候有一句万能的话，你就说：你好，请问一下。你什么都不用叫，你直接问就行了。这句话什么时候都能用，它不会出错，只是它没有那么亲近，听起来客客气气的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先后，你先要的是不出错，然后才是亲近。拿不准的时候，就往最安全的那个走。小陈，我刚才一直在听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件事。你说的这几个词，服务员、师傅、老板，这些好像都不是名字。服务员是在饭馆做事的人，师傅是有手艺的人，老板是开店的人。这些说的全都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。你说到最要紧的地方了。中国人叫不认识的人不叫名字，我们叫的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。这一条你要是记住了，今天最要紧的东西你就拿到了。因为它不是一个词，它是一个办法。你以后到一个新地方，碰到一个新的人，你先看一看他在做什么，你自己就能想出来该叫他什么了。你不用把我刚才说的那些都背下来。那我用这一条试一试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去医院看病，我碰到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他坐在那儿给病人看病，我看他在做什么，他在看病，所以我可以叫他大夫。那要是另一个人在给病人打针呢？打针的是护士，那我就叫护士。我再试一个，我去学校，学校里教书的人，我叫老师。这个我本来就会。你看，医院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其实是同一条，都是看这个人在做什么。全对，一个都没错。我给你补一个小地方是大夫这个词，课本上一般写的是医生，医生当然对，两个都可以用。只是当面叫人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大夫听着更像平常说话。你两个都记着，用哪个都不算错。你刚才自己推出来的这几个，比我讲10个词都管用。这就是我说的，它是一个办法，不是一张单子。我们说一遍给大家听吧。我当客人，你当服务员。好，你说，我来接。服务员，你好。您好，几位？2位。服务员，麻烦给我们加一杯热水。好的，马上来。服务员，我们可以点菜了。好的，您说。你们听见了吗？我一共叫了3次服务员，每一次他都知道我在叫他。对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中国人在饭馆里就是这么说话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地方很多人不知道，我要专门说一下。你叫完一声要停一下，大概1秒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方还没准备好在听你说话，你叫他是让他先转过头来，他转过来了你再说你要什么。你要是一口气全说完，他可能只听见后面半句，前面那半句他还在找是谁在叫他。所以是3步，你先叫他抬头，你再说，中间都要留一点点空。这个我以前真做错过，我一口气说服务员，我要一杯热水，结果他走过来问我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还得再说一遍。那我们说第2种人吧，认识但是不熟的。好比如你的同事、你的邻居、你朋友的朋友，这种人你知道他的名字，可是你们不熟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直接叫名字不就行了？大部分时候不太行。在中国直接叫名字听起来有点太随便了，特别是对方比你大的时候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在他的姓后面加一个字，你先看一看那个人比你大还是比你小。要是他比你大一点，你就叫哥或者姐。他姓王，你就叫王哥。
他姓李，你就叫李姐。那要是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呢？你就先问一句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这一句很客气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么问。还有一种人是教过你东西的，比如你的中文老师，你就叫张老师、王老师。有意思的是，不教书的人也可以叫老师，比如公司里有一个做事很厉害的人，很多人也叫他老师。说到公司，公司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用他的工作来叫他，就是姓加上工作。他是经理，你就叫王经理。别的工作也一样，姓在前面，工作在后面，这么叫最正式，也最安全。你刚去一个公司，谁都不熟，你就这么叫，等大家熟了，说话随便了，你再叫王哥。小陈，我又发现了，你说的这个王经理还是刚才那一条，不认识的时候就叫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，在外面是服务员，是师傅，是老板，在公司里就是经理，原来是同一条，那我就不用记两套了。那这第二种人我心里有数了，说白了就是别直接叫名字，换一个词，叫哥姐是把他当成自己人，叫老师是把他放得高一点，两个都是客气。说得很准，两个都是客气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坑，我得提醒一下，小雨，你上次跟我讲过你叫错人的事儿，你给大家说说。哎呀，这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还脸红。那天我去一个小店里买东西，店里有一个女的坐在那儿看店，我看了她一眼，我就叫了一声阿姨。我叫完，她的脸一下子就变了，她抬起头看着我说，我有那么老吗？我当时整个人都不会动了，我一直跟她说对不起，说我看错了，可是话说出去了，收不回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那年才40出头，40出头在她自己心里一点都不老，她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个姑娘呢。我那一声阿姨，等于当面说她老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就记住了一条，叫人的时候要往年轻里叫，不要往老里叫。你把一个人叫年轻了，他最多笑一下，说你嘴真甜。你把一个人叫老了，他心里能难受一天。那天要是让我重来一次，我就叫他姐，或者我什么都不叫，我就说你好，请问一下。还是那句万能的话，最安全。你别不好意思，我那一次比你还惨。我去一个朋友的公司找他，那天我到得早，公司门口有一个人在扫地，我看他年纪不小了，穿的也很随便，我心里想这是打扫的师傅，我就叫了一声师傅，问他人在不在。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人在楼上。结果我上去以后，我朋友问我你刚才在门口跟谁说话，我说跟一个扫地的师傅。我朋友停了一下才说那是我们老板。我当时脑子一下就空了，那位老板每天早上会自己扫一扫门口，他从头到尾就笑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。可是我自己难受了好几天。那件事教给我的是，别看一个人穿什么，你光看穿的很容易看错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就看他在做什么。可是那位老板当时就在扫地啊。所以还有一个更稳的办法，你要是拿不准，你就先说一声您好，然后停一下，让对方自己先开口。他一开口，你多半就知道该怎么叫他了。这个办法好，我记下来了。拿不准的时候先好，然后等一等。那我们说第三种人吧，比我们大很多的那种，比如跟我爸爸妈妈差不多大的。这一种可能会让学中文的朋友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把这些人叫成家里人。跟你爸爸妈妈差不多大的你叫叔叔阿姨，跟你爷爷奶奶差不多大的你叫爷爷奶奶。你可能会说，他们又不是我的家里人。对，他们不是家里人，可是完全不认识也这么叫。我给你一个真的场面，你在小区里走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那儿下棋，你想问路，你就走过去说，爷爷，请问超市在哪儿？那个老人不会觉得你奇怪，
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你怎么走，可能还会多说两句。那要是你说你好，请问超市在哪儿呢？那也可以，也没错。但是你叫一声爷爷，那个老人会觉得跟你近一点，差别就在这儿。这个我们也说一遍吧。你当那个下棋的老人，我来问路。好，你来问。爷爷，你好，哎，什么事？我想问一下，最近的超市在哪儿？你往前走，到路口往右拐就是。好的，谢谢爷爷。不客气，你慢走。你们听出来了吗？我一共说了2次爷爷，开头一次，最后一次。中间问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一直叫。开头叫是为了让他抬头看我，最后叫是为了谢谢他。要是从头到尾一直叫，那听起来就有点太用力了。说得对，一头一尾就够了。那反过来，比你小很多的人怎么办呢？比如一个小孩，你就叫小朋友，上幼儿园的、上小学的都可以这么叫。可是10几岁的孩子就不喜欢别人叫他小朋友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。你看，这跟你那个阿姨是一回事儿。人不喜欢被说老，也不喜欢被说小，所以10几岁的你就说你好，又回到那句万能的话了。小陈，我发现今天这些叫法，最远的和最近的正好是反过来的。你听我说说看对不对？对，完全不认识的人，我们叫他是干什么的。服务员、师傅、老板，这些说的都是工作，听起来是客气。可是对比我们大很多的人，我们叫他家里人，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，这些说的都是亲人，听起来是亲近，一头是客气，一头是亲近。那中间那一层呢？中间就是哥姐老师，他是往亲近那边走了一半，所以关系越近，叫法就越像家里人。你把今天最要紧的话说出来了。我讲了这么多个词，其实就是这一句，关系越近，叫法就越像家里人。你要是把这一句记住了，剩下的都是小事。那我还想问一个字，我们今天一直在用它。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您，你好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谢谢您。这个您和你到底差在哪儿？这个问得好，很多人卡在这儿。您是客气的说法，你是平常的说法。什么时候用您呢？你记3种人，第一种，比你大很多的人；第二种，你不认识的人；第3种，你要客气的人，比如客人，比如老师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全都用您行不行？也行，不会出错。可是跟很熟的朋友说您，听起来有点怪。就像你们本来站得很近，你忽然往后退了一步，太客气反而变成了远。那学中文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你一开口先用您，然后你听着等对方叫你的时候，你也换成你，就是跟着对方走，你自己不用判断。这一条其实跟叫人是一样的，拿不准的时候就往客气那边走。走过了往回收，比一上来就太随便强。跟着对方走，这个我记住了，我不用自己想，我看对方怎么说。那小陈，有没有什么是千万不能做的？我觉得知道不能做什么，可能比知道能做什么还重要。有我说3件都是学中文的人特别容易做错的。第一件就是开头小雨说的那个，喂，当面叫人千万不要喊喂。你可能会问，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喂吗？打电话可以，那是接，当面是叫，这是2回事儿。当面喊喂差不多，就是很凶的叫住一个人。你在饭馆里想叫服务员，你就说服务员，别说喂。第二件，不要直接叫一个人的全名，全名就是姓加上名字，比如王小明。什么时候能叫全名呢？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可以，长辈叫小孩也可以，可是同事之间你要是叫全名，听起来像在生气。你想想，中国的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，
就会叫孩子的全名，所以在公司里你叫王哥，别叫王小明。第三件，不要随便叫老王、小王。这两个中国人自己经常用，你可能也听过，可是这么叫要关系够熟。熟到什么程度呢？一起做事很久了，说话很随便了。你刚认识一个人就叫他老王，他会觉得你有点没礼貌。这个叫法要等一等，不能一上来就用。你先叫王哥，以后熟了再改口。说完这三件，我再补一句，有的课本会教你先生、女士，这两个能用，但是很正式，比如开会，比如写信。平常在街上几乎没有人这么叫，你要是叫了，对方会觉得有点奇怪。这跟刚才说的您是一个道理，太客气也是一种远。太客气也是一种远。你这句话今天说了2次了，我把这3件记一下：别喊喂，别叫全名，别随便叫老王。那我们再说一遍给大家听吧。这次我坐车，你当司机。好，你上车吧。师傅你好，我去机场。好的，您坐好。师傅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？这个时间不堵，40分钟左右。好的，谢谢师傅。你们听出来了吗？还是一头一尾。我上车叫一次，问事情叫一次，下车谢一次。对这3声师傅，让整段话都很客气。小陈，最后我想讲一个人，讲完我们今天就结束。我认识一个学中文的朋友，他在中国住了2年。他刚来的时候，中文其实已经不错了。可是他有一个问题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。他不管碰到谁，都只会说一句你好。你好，当然没错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觉得自己这2年一直在外面。我问他什么叫在外面，他说我每天要跟很多人说话，买东西、坐车、吃饭，一天下来能说几十句。可是那些人跟我说完就走了，没有一个人多看我一眼。他说他就像隔着一层玻璃在跟这个城市说话。后来有一天他坐出租车，他想起有人教过他一个词，他就试着叫了一声师傅。就这一声，那个司机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。那个司机说，哟，你中文说的挺好啊。然后那一路他们聊了40分钟，从哪儿来的，在中国做什么，习不习惯，想不想家。他跟我说，那是他2年里第一次这样跟人聊天。他说他那天下车以后，站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他心里特别高兴，可是也有一点难受，因为他忽然想到，前面那2年本来也可以是这样的，就差一个词。我好像明白他为什么高兴了，因为你好是对所有人说的，你对100个人说你好，那100个人是一样的，可是师傅是对这1个人说的。你叫对了那个词，对方才知道你是在跟他说话，而不是在练中文。这个差别听起来很小，可是站在对面的那个人一下就能感觉到。对，就是这个差别。那我们回到我开头说的那个朋友，就是在饭馆里举着手，一杯热水都要不来的那个。他昨天换了4种说法，一个人都没回头。其实他只要说3个字，服务员，就这3个字一说出口，马上就有人过来。今天我最想让大家记住的，其实不是那些词，是那一条，中国人叫陌生人，叫的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。你想一想他在做什么，你就知道该叫他什么了。我还想请大家做一件小事，很简单，你现在就想一想你身边的人，你的邻居，你公司里的人，你常去的那家店，你想一想你应该怎么叫他们。你先不用说出口，你就在心里过一遍。要是有一个人你想不出来，你就把他记下来，下次你碰到他，你先说一声您好，然后停一下，让他先开口，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我是小雨，我是小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下次你出门的时候，找一个人叫一声试试，等别人回过头来看你的那一下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了。